家人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在网上风很大，大到快要刮起龙卷风的网红养生单品。如果你最近刷朋友圈，或者在你那个家人群里，看到有人天天打卡一种黄铮铮，看着像咖喱，闻着像泥土，喝下去直皱眉头的粉末，那你一定知道我今天要扒皮的主角是谁了。没错，就是那个被无数养生博主、中产精英、朋克打工人捧上神坛，号称液体黄金、抗炎天花板、可以吃的化妆品的超级食物姜黄。咱们先不急着下定论，先来看看这个姜黄到底有多火。你现在去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格调的独立咖啡馆，菜单上绝对少不了一款叫姜黄拿铁或者黄金奶的饮品，一杯卖你38、48，你还觉得挺值，因为人家主打一个抗炎养生。你去电商平台搜姜黄粉，好家伙，从几十块钱一罐的不知名粉末，到几百块钱一盒的进口有机冷压初榨姜黄胶囊，销量全是个顶个的高。那些营销文案写的更是神乎其神，什么每天一勺姜黄粉，岁月从不败美人，什么熬夜党的护肝神药，什么吃它等于给身体做大扫除，排毒清肠抗老一步到位。看着这些文案，再看看镜子里因为连续加班半个月而暗沉发黄、疯狂爆痘、眼袋快掉到下巴上的自己，你是不是狠狠心动了？是不是立刻就想下单2罐，企图用这勺黄色的粉末把咱们这副脆皮打工人的破败身体给强行修补回来？但是家人们，咱们先冷静一下，你买回来的姜黄粉真的喝得下去吗？我听过太多朋友的吐槽了，说这玩意儿泡水喝，味道简直就是一言难尽。第一口下去，感觉像是在吃一口放了3个月的过期咖喱；第二口下去，感觉像是在啃印度干旱的黄土地，那股子浓烈的土腥味、苦涩味，还有那种糊嗓子的粉尘感，直接让你怀疑人生。很多人买回来雄心勃勃地打卡了3天，第4天就把它供在橱柜最深处，再也没碰过，最后全用来炖土豆牛肉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它的价格。姜黄这个东西，在它的老家印度，或者在咱们国家的南方一些地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其常见的香料，是咖喱粉里的主要上色成分，1斤才多少钱？结果一旦被贴上超级食物、阿育吠陀古老秘方、抗氧化抗炎神仙粉的标签，价格直接翻了10倍100倍，成了收割中产阶级和年轻打工人健康焦虑的利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被吹上天的黄金食材，它戳中了咱们打工人的什么痛点？无非就是咱们长期熬夜、吃外卖、久坐不运动导致的身体慢性发炎、疲惫不堪、皮肤衰老。它真的有那么神奇，能包治百病、抗炎抗老吗？今天作为你们的互联网健康嘴替，我就要来给这个黄金食材做一次彻彻底底的科学祛魅。我要扒开它营销的底裤，告诉你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更要重点提醒有6类人，千万不要乱吃姜黄，吃错了不仅不养生，反而是在给身体投毒。准备好你们的小本本，咱们直接上干货。首先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姜黄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个好东西，不是纯骗局。咱们得把姜黄和咱们平时炒菜用的生姜区分开。虽然它们都是姜科植物，长得也有点像，但姜黄切开里面是深黄色的，而生姜是淡黄色的。姜黄之所以被捧上神坛，核心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里面提取出来的一种活性成分，叫姜黄素。在科学界，姜黄素确实是个明星分子。如果你去查文献，关于姜黄素的研究论文多如牛毛。它主打的核心功效就是2个：抗炎和抗氧化。咱们用大白话解释一下，什么叫抗氧化？咱们的身体在日常代谢、熬夜、压力大、吃垃圾食品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就像身体里的铁锈，会到处破坏细胞，导致皮肤长斑、长皱纹、器官老化。而姜黄素就像是一层强效的防锈漆，能中和这些自由基，保护细胞。那什么叫抗炎？这里的炎不是指你嗓子发炎、伤口化脓的那种急性炎症，而是指慢性低度炎症。咱们长期吃高糖高油食物，熬夜，精神紧张，身体里就会一直有一把暗火在烧。这种慢性炎症是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元凶。姜黄素就像是一个身体里的超级消防员，
能精准地找到这些起火点，把炎症因子给扑灭。所以，从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姜黄素确实有非常优秀的抗炎、抗氧化，甚至保护神经和心血管的潜力。咱们承认，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家人们，注意这个，但是实验室里的数据和咱们日常吃进肚子里的效果中间差了108000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反转。你日常吃姜黄粉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而且吸收率低得令人发指。你知道天然的姜黄粉里姜黄素的含量有多少吗？只有可怜的2%到5%。也就是说，你吃下去一大勺10克的姜黄粉，里面真正的有效成分姜黄素只有0.几克。更要命的是，姜黄素是一个极其傲娇的成分，它是脂溶性的，也就是说它不溶于水。你拿温水一冲，它全飘在水面上，喝进肚子里，肠道根本吸收不了，直接就跟着便便排出去。你的大便可能会变成金黄色，但你的身体一点没吸收到。而且姜黄素在肝脏里的代谢速度极快，也就是所谓的手过效应，刚进肝脏就被分解掉排出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用水冲姜黄粉喝，那基本就等于在喝带颜色的泥水，纯属心理安慰。那怎么吃才有效呢？科学界给出的黄金搭档是，姜黄必须搭配黑胡椒和优质油脂。黑胡椒里的胡椒碱能抑制肝脏对姜黄素的代谢，把姜黄素的吸收率强行提高2000倍，而油脂能帮助它溶解。所以最科学的吃法其实是做一顿正宗的咖喱鸡。因为咖喱里既有姜黄，又有黑胡椒，还有鸡肉和椰奶里的油脂，你花大几百买的姜黄粉，其实还不如去楼下吃顿20块钱的咖喱饭来得实在。好，讲完了吸收率的问题，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也是核心红线。姜黄虽然是个好香料，但它绝对不是人人都能吃的神药，它有很强的药理活性，这意味着它也有明确的副作用和禁忌。以下这6类人，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在里面，请立刻把手里的姜黄粉放下，千万不要乱吃，否则养生变伤身，后果很严重。第一类，绝对不能乱吃的人，有胆道疾病、胆结石或者胆管阻塞的人，这是最危险的一类人群，必须放在第一位说。姜黄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药理作用，就是促进胆汁分泌，并且刺激胆囊收缩。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有助于消化脂肪。但是如果你胆囊里有结石，或者胆管本来就不通畅，姜黄一刺激，胆囊猛地一收缩，就会把结石挤压到胆管里。胆管有多细？最细的地方只有2-3毫米，结石一旦卡在里面，那引发的胆绞痛是极其剧烈，疼起来能在地上打滚，甚至会引起黄疸。更可怕的是，如果结石卡在了胆管和胰管的共同开口处，会导致胆汁逆流进胰腺，引发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会死人的重症。所以有胆结石、胆囊炎、胆道梗阻的朋友，看到姜黄、姜黄素胶囊，请直接拉黑，别去试探它的威力。第二类，不能乱吃的人，有凝血功能障碍，近期准备做手术，或者正在经历生理期且月经量过大的女性。姜黄素在抗凝血方面也有很强的作用，它能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延长凝血时间。通俗点说，就是它能让你的血液变得不容易凝固。对于有血栓风险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有凝血问题，比如血友病，或者你最近刚拔了智齿，做了双眼皮手术，甚至只是准备去做个胃肠镜息肉切除，吃姜黄就会导致伤口出血不止，增加大出血的风险。同样，很多女性朋友为了抗炎，在生理期疯狂喝姜黄拿铁，结果发现月经量暴增，甚至淋漓不尽10几天不干净。这就是姜黄的抗凝血和活血作用在捣鬼。所以手术前后2周以及月经量本来就大的女性朋友，经期请停用姜黄。第三类，不能乱吃的人，孕妇及正在备孕的人群。这一点很多营销号绝对不会告诉你。在传统的阿育吠陀医学和中医里，姜黄是有破血行气、通经止痛作用的。现代药理学研究也发现，高剂量的姜黄素可能会刺激子宫平滑肌收缩。对于孕妇来说，子宫异常收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流产或早产的风险增加。虽然日常饮食中吃一点点咖喱里的姜黄调味是安全的，但如果你为了养生，去大剂量的冲服姜黄粉，甚至吃高浓度的姜黄素提取物胶囊，那就是在拿肚子里的宝宝开玩笑。孕妇和备孕女性，请直接远离一切姜黄补充剂。第4类，不能乱吃的人，有胃肠道溃疡、胃酸过多或者患有胃食管反流的人。很多人觉得姜黄暖胃，其实这是个误区。姜黄对胃黏膜是有刺激性的，大剂量摄入姜黄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如果你本身就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经常反酸、烧心、胃痛，吃姜黄就像是往伤口上撒盐，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甚至可能诱发溃疡穿孔或胃出血。有些朋友空腹喝姜黄粉水，喝完没一会儿就开始胃疼、恶心、拉肚子，这就是胃肠道在向你发出抗议。肠胃娇弱的脆皮打工人，千万别空腹喝这玩意儿。第5类，不能乱吃的人，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正在服用大量药物导致肝脏负担重的人。这里要特别辟谣一个营销概念，很多商家宣传姜黄能护肝解酒，确实，在一些动物实验中，姜黄素对某些类型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但是脱离了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高浓度的姜黄素补充剂不仅不护肝，反而有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近年来，医学界已经报道了多起因为服用高剂量姜黄素胶囊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病例，患者的转氨酶飙升，出现黄疸、乏力，甚至需要住院保肝治疗。我们的肝脏是解毒器官，高浓度的外来提取物进入肝脏，需要肝脏的细胞色素 P450 酶去代谢，这本身就会加重肝脏负担。如果你本身就有脂肪肝、肝炎或者肝肾功能不全，千万别去吃那些高浓度的姜黄胶囊，别把护肝变成了毁肝。第6类，不能乱吃的人，正在服用特定处方药的人群，尤其是降糖药、抗凝药和胃酸抑制剂，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药物冲突风险。姜黄素会影响肝脏中代谢药物的酶的活性，从而改变其他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如果你正在吃降糖药，比如2甲双胍、胰岛素，姜黄本身有降糖作用，两者叠加极易引发严重的低血糖。低血糖昏迷可是会要命。如果你正在吃抗凝血药，比如华法林、阿司匹林、氯西格雷，姜黄的活血作用会放大药效，导致内出血风险剧增。如果你正在吃抑制胃酸的药，比如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姜黄会刺激胃酸分泌，直接让这些胃药失效。所以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在吃任何姜黄补充剂之前，一定务必要去咨询你的主治医生。讲到这里，咱们接地气的小结一下，姜黄它是个好香料，是咖喱的灵魂，是炖肉去腥增色的好帮手。在日常烹饪中，你撒一点姜黄粉，那是绝对安全且有益，但是它绝对不是可以包治百病随便乱吃的神药。别把它神化了，更别指望靠每天干嚼一勺姜黄粉就能抵消你天天熬夜吃烧烤带来的伤害。咱们日常早就吃过它了。你吃黄焖鸡米饭、吃咖喱鱼蛋的时候，里面那黄铮铮的汤汁就是姜黄的功劳。好，讲完了姜黄本身的趣味和禁忌，接下来咱们进入第3个部分，也是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地方，衍生产品避坑指南。咱们刚才说了，纯姜黄粉太难吃，一股土腥味和苦味，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商家一看，这不行啊，你坚持不下来，我怎么持续赚你的钱？于是他们发挥了强大的食品工业魔法，把姜黄做成了各种各样看似美味，实则暗藏杀机的衍生产品。这些产品打着养生的旗号，其实是在收割你的智商税，甚至让你越养越胖，越养越病。第1个大坑就是刚才提到的姜黄拿铁，也就是网红咖啡店里的黄金奶。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走进一家装修极简、放着爵士乐的咖啡馆，点了一杯45块钱的姜黄拿铁，你看着咖啡师优雅地往杯子里加入燕麦奶，然后舀入一勺姜黄粉。但是姜黄粉太苦太涩了，怎么办？为了掩盖这种怪味，让你觉得好喝，咖啡师会毫不犹豫地按下糖浆泵，1泵香草糖浆，2泵焦糖酱，
或者干脆加一大勺蜂蜜、龙舌兰糖浆。最后，为了口感顺滑，可能还会挤上厚厚的奶油顶。家人们，你仔细想想，你喝这杯黄金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抗炎啊？但是大量的添加糖恰恰是导致身体慢性发炎、加速皮肤糖化衰老的罪魁祸首。你为了那微乎其微、吸收率极低的姜黄素，喝下去了几十克的游离糖和几百大卡的热量。这杯黄金奶下肚，抗炎的效果还没发挥出来，糖分引起的促炎反应和胰岛素飙升已经在你体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你以为你在养生，其实你在喝一杯热量爆炸的小糖水，长胖、爆痘、脂肪肝全都在向你招手。这就好比你一边吃着炸鸡，一边喝着枸杞泡水，纯属自欺欺人。第二个大坑是各种姜黄软糖、姜黄果冻和姜黄能量棒，这些产品主打一个零食化养生，告诉你每天吃2粒软糖就能轻松补充姜黄素，酸酸甜甜，像吃糖一样快乐。来，咱们翻开配料表看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葡萄糖浆或者白砂糖，第二位是明胶或者果胶，第三位是柠檬酸和香精，那个被吹上天的姜黄提取物，往往排在配料表的倒数第二位，甚至还不如防腐剂加得多。这在食品工业里叫概念性添加，也就是加一点点，够我在包装上印上含有姜黄4个字就行了。你吃这种软糖，摄入的姜黄素微乎其微，但吃进去的糖、色素和添加剂却是实打实的。你想靠吃这种软糖来抗炎，那你得一天吃2罐，到时候炎症没消下去，你的血糖先爆表了，牙齿也全烂光了。这种把糖果包装成保健品的套路，就是精准拿捏了年轻人既想养生又管不住嘴的弱点，妥妥的智商税。第三个大坑是高浓度的姜黄素胶囊和补剂。有些硬核养生党觉得吃粉吸收率低，吃软糖没效果，那我直接买高纯度的姜黄素胶囊总行了吧？这里面的水更深。首先，补剂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小品牌的姜黄素胶囊宣称纯度高达 95%， 但实际上提取工艺不透明，可能存在有机溶剂残留的问题。其次，咱们前面讲过，脱离了食物机制的高浓度姜黄素对胃肠道的刺激极大，空腹吃很容易恶心呕吐。更严重的是，长期大剂量服用这种高浓度提取物，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引发我们刚才提到的药物性肝损伤。而且很多胶囊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吸收率，会添加大量的合成乳化剂或者过量的黑胡椒提取物胡椒碱。胡椒碱虽然能提高姜黄素的吸收，但它同时也会提高你正在服用的其他药物，如降压药、抗过敏药在血液中的浓度，导致药物过量中毒的风险。所以不要盲目追求高浓度，天然食物中的营养矩阵永远比单一的高浓度提取物更安全。总结一下这些商业套路，商家利用你的健康焦虑，把原本廉价的香料通过概念添加和糖衣炮弹包装成高溢价的网红产品。他们卖的不是健康，而是你以为自己在变健康的心理安慰。好了，吐槽了这么多，避了这么多坑，咱们最后来做个总结升华。家人们，咱们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迷信像姜黄、巴西莓、奇亚籽、羽衣甘蓝这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太累了。我们渴望找到一种最简单、最快捷、最不费力的方法，来抵消我们复杂而糟糕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伤害。我们熬着最晚的夜，吃着最油的外卖，承受着最大的工作压力，然后企图在第二天早上用一杯冲得极其难喝的姜黄粉水，或者一颗昂贵的姜黄素胶囊来给身体还债，来换取内心的安宁。但是健康从来不是靠单一食物躺赢的，身体的账本也没有那么容易糊弄。没有任何一种超级食物能够强大到可以抵消你长期睡眠不足、缺乏运动、饮食失衡所带来的系统性崩溃。把希望寄托在一勺黄色的粉末上，是对健康最大的误解。那么真正有效、最朴素、最管用的日常抗炎健康建议到底是什么？其实老祖宗和现代营养学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它太普通，没有商家愿意花钱去营销。第一，好好吃饭，多吃5颜6色的天然食物。你想抗氧化，
去菜市场买2块钱1斤的紫甘蓝、西兰花、西红柿、胡萝卜，里面的花青素、番茄红素、维生素 C 比姜黄素好吸收得多，还便宜。你想抗炎，每周吃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3 脂肪酸，多吃一把原味坚果，用橄榄油凉拌菜，这比喝什么黄金奶管用100倍。第二，规律作息。睡眠是身体最强大的自我修复和抗炎机制。你晚上11点前放下手机，闭上眼睛睡够7个小时，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在夜间自动帮你清理体内的炎症垃圾，这不要钱，但比任何昂贵的补剂都有效。第三，动起来，不需要你去健身房撸铁倒吐，每天下班后快走半小时，或者做做拉伸，让血液循环起来，出点微汗，这就是在给身体做大扫除。第四，少油少盐少糖，控制住了游离糖和反式脂肪的摄入，你就掐断了身体慢性发炎的源头。源头不堵，你吃再多抗炎食物也是白搭。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清醒的金句，不要看广告里把它吹得多像仙丹，要看配料表里它到底加了多少糖浆。不要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网红食物的滤镜里，要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每一天的作息和3餐里。姜黄是个好香料，今晚回家切点土豆，炖一锅香喷喷的咖喱鸡，好好享受它原本的美味，这就足够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帮你省下了买智商税的钱，或者让你避开了伤身的坑，请务必点个大大的赞，把它收藏起来，并且转发给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特别是那些正在盲目跟风吃姜黄粉的长辈和朋友。咱们下期接着扒皮，不见不散。